岳母60大寿前，妻子刘琳执意要在高档酒楼设宴。我本想着简单庆祝，到场却发现包厢里坐满15位陌生亲友，桌上摆着15瓶单价近2000的高档酒。当58,760元的账单递来时，我的手忍不住发抖。这相当于我2个月工资。女婿请客天经地义，岳母当众宣布，妻子也冷脸催促。看着满桌觥筹交错的陌生人，我突然收起手机站起身，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我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转身离去，身后传来岳母气急败坏的喊声：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岳母60大寿的消息是刘琳在1个月前告诉我的，那时她眼里满是期待。老周，我妈下个月生日，我想在天香楼给她办个宴席，请些亲戚朋友热闹一下。刘琳坐在沙发上，手指在手机上画着餐厅的菜单。我放下手中的报表，皱了皱眉。天香楼那地方档次不低啊，一桌得多少钱？也就7、8千吧。妈60岁生日，总得体面点。刘琳头也不抬地回答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最近公司效益不太好，奖金都缩水了，家里还有房贷要还。这个时候大手大脚花钱，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琳琳，要不换个地方？咱们经济状况你也知道，最近公司效益不好。刘琳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周正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？我妈1年就这么一次生日，难道还要去街边小馆子凑合？多少亲戚朋友看着呢？你是想让我没面子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试图解释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刘琳语气变得尖锐。每次提到我家的事，你就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我妈对你多好啊！咱们结婚时，她老人家还拿出积蓄给我们添了家电。听她提起这茬，我不由得苦笑。那些所谓的添置家电，不过是几件打折处理的二手货，还美其名曰新婚礼物。但这话我没敢说出口。行吧，就天香楼，我妥协了。不过人数控制一下，别请太多人。刘琳这才露出笑容。放心，就10几个人，都是至亲。岳母生日那天，我下班后直接驱车前往天香楼。刚进包厢，眼前的场景让我愣住了。宽敞的圆桌旁已经坐了15个人，几乎全是岳母那边的亲戚朋友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老周来了，刘琳迎上来，热情地拉我入座。我强挤出笑容，冲着岳母点头示意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岳母笑得合不拢嘴。哎呀，女婿来了，快坐快坐，今天多亏有你啊，不然哪有这么好的待遇？他这话让我心里一沉。看来今天这顿饭，岳母已经默认是我买单了。席间，岳母的亲友们毫不客气地点菜，每道菜都是天香楼的招牌贵菜。而更让我心惊的是，他们竟然一口气点了15瓶高档酒，每瓶标价近2000。妈，这酒是不是点太多了？我低声对刘琳说。刘琳神色不悦。今天是我妈的生日，不要扫兴，大家高兴就好。正当我想再说什么，岳母突然举杯站起来。各位亲朋好友，谢谢大家来给我过生日。今天这一桌是我女婿请客，来，大家一起敬女婿一杯。我听闻后愣住，心里一阵不快，但碍于场合，只能硬着头皮笑着接受。看着那些陌生面孔举杯向我敬酒，我强忍着内心的不满，陪着笑脸一一回应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宴席接近尾声，服务员恭敬地递上账单。我接过一看，
心顿时凉了半截。58,760看着账单上那触目惊心的数字，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。接近6万的消费，几乎是我2个月的工资。怎么了，老周？刘林凑过来问道。我将账单递给他，压低声音：“你看看，5万多，这也太……”刘林扫了一眼，不以为然地耸耸肩：“差不多就这个价，高档酒水贵点很正常。”但是刘林打断我：“老周，你是女婿，买单天经地义。我妈60大寿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这点面子都不给吗？”他的理直气壮让我哑口无言。我看向岳母，她正和几位亲友谈笑风生，对账单的事情视而不见。刘林，我们之前说好的只是请10几个亲人吃顿饭，没说要点这么多贵酒啊。我尽量保持冷静。刘林冷笑一声：“怎么心疼钱了？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，过个生日你都计较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制住内心的不满。不是计较，是咱们家现在经济状况你也知道，房贷、车贷，还有……行了行了，别在这里诉苦。刘林打断我：“大不了我妈过几天借你点钱，先把这顿饭结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岳母走了过来，笑眯眯地问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账单来了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就看向其他宾客：“我女婿可是大公司的经理，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是吧，女婿？”几位亲友也跟着起哄：“是啊，女婿在大公司工作，一定很有钱。听说女婿还买了新车新房，真是有本事。女婿，来，再敬你一杯，今天多谢款待啊！”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期待着我大方地掏钱买单。岳母更是一脸得意，仿佛已经预见到我乖乖就范的样子。这个，我感到喉咙发紧，额头上渗出冷汗。岳母见我犹豫，脸上的笑容微微褪去。怎么了，女婿？一个大男人，连这点账都付不起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羞辱感，不仅是因为那高额账单，更是因为岳母一家对我的态度。他们视我为提款机，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为他们的奢侈买单。刘林在旁边轻轻推了我一下：“快付钱吧，别让大家等着。”我机械地掏出手机，装作要扫码支付的样子。岳母见状，满意的点点头，转身向宾客宣布：“看我女婿多爽快，这就付钱了。”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我会乖乖就范的时候，我突然收起手机，起身拿起外套：“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”我平静地说完，转身朝门口走去，身后立刻传来一片惊呼和议论声：“喂，周正，你干什么？”刘林的声音充满愤怒：“女婿，账还没结呢！”岳母高声喊道。我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包厢，将那一桌人留在原地，场面瞬间陷入混乱。走出天香楼，夜风迎面吹来，我才感觉自己能够正常呼吸了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脑海中不断回放婚后的种种画面，这些曾被我忽略的细节，如今看来却如此刺目。岳母刚认识我时，对我的态度并不热情，直到得知我有稳定工作，还有房有车后，才转变态度，频繁邀请我去他家吃饭。结婚后，岳母开始频繁以家里有急事为由向我们借钱，一开始是几千、上万，后来越借越多，每次刘林都毫不犹豫地答应，而我若有异议，就会被指责为不近人情。反观我的父母，自从我结婚后，几乎没向我们要过1分钱，反而时常给我们送些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。即便如此，刘林对待我父母的态度始终冷淡，
连过年都不愿去我家。想到这些，一股被欺骗和利用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回到家没多久，刘琳也回来了。她一进门就摔下包，脸色铁青。周正，你什么意思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出丑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刘琳怒气冲冲地质问。我冷静地回答，我只是不想付那笔不合理的账单。不合理？我妈60大寿，亲友聚会，有什么不合理的？点15瓶高档酒，每瓶2000，这叫合理？我反问道。刘琳，我问你，如果是我父母过生日，你会允许我这样花钱吗？刘琳语塞了一瞬，随即转移话题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今晚那张账单怎么办？我妈被你弄得多没面子。我会付部分钱，但不是全部。点那么多酒是你们的决定，我事先并不知情。刘琳冷笑道。周正，你变了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妈的生日你都不愿意出钱，难怪我家里人看不起你。他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。看不起我？刘琳，你扪心自问，这几年我对你家人不够好吗？岳母3番5次借钱，我什么时候拒绝过？你父亲住院，医药费是谁垫付的？你弟弟创业，启动资金是谁给的？而你们呢？把我当什么了？提款机吗？刘琳被我的反击镇住了，片刻后辩解道：那是一家人互相帮助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是这种帮助从来都是单向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问你，去年我父亲做手术，你为什么坚决不肯拿钱？那是不一样的。刘琳支支吾吾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，而不是你的。我反问道。刘琳无言以对，最后只能恼羞成怒。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，否则我妈那边没法交代。不行，我态度坚决，这次我不会再妥协了。见我态度坚决，刘琳拿起手机，气冲冲地走进卧室，砰地关上门，隐约能听到她在向岳母诉苦，说我变了心、小气鬼之类的话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或许刘琳从未真正将我的感受放在心上，而岳母一家对我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尊重。我决定深入调查岳母一家的真实情况，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秘密没有告诉我。可是初步调查却一无所获，这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疑问，却不知道如何应对。婚姻的裂痕已经出现，而我站在十字路口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岳母生日风波过去1周后，家里的气氛仍然紧张。刘琳对我爱理不理，我也乐得清静，专心工作。周5晚上，我加班到9点才回家，刚进门就听到刘琳在卧室里通电话，语气焦急。妈，我尽量想办法，但是周正最近很奇怪，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了。我知道情况紧急，但你也知道我工资有限，投资的事情先别告诉他，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。听到投资2字，我心头一震，悄悄靠近门口，继续偷听。好吧，妈，我再试试看能不能从我们的存款里拿一些，但您也得想想其他办法啊。挂了电话，刘琳长叹一声，我故意咳嗽了一下，然后推门而入。谁的电话？我若无其事地问。刘琳明显被吓了一跳。啊，你回来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我妈打来的，家常话。是吗？听你说话挺急的。我故意这样说。哪有？你听错了吧？刘琳避开我的目光，匆忙转移话题。你饿不饿？我去热菜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注意到刘琳行为异常，她频繁查看银行账户，总是低头发信息，看到我靠近就立刻锁屏。有几次我下班回家，发现她正和岳母通电话，见我进门就立刻挂断。
1周后的周末，岳母突然来访：“女婿啊，最近工作忙不忙？”岳母笑容可掬地递给我一袋水果：“还行，就那样。”我淡淡回答。寒暄几句后，岳母终于露出真面目：“周正啊，妈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是这样的，家里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能不能借点钱应急？”岳母眼神闪烁：“就借个10万8万的，过段时间肯定还你。”我心中冷笑，却面不改色：“妈，借钱可以，不过咱们得写个借条。”岳母脸色顿时变了：“借条？周正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谈什么借条？你这是不信任我啊？”“不是不信任，而是明确责任。”我坚持道，毕竟金额不小，有个凭证比较好。岳母勃然大怒：“我养女儿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换来个这么不懂人情的女婿。刘林，你看看你嫁的是什么人？”刘林急忙劝解：“妈，您别生气，周正不是那个意思。”“哼，什么意思？我还不明白。”岳母站起来，气呼呼地拿起包：“我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”岳母摔门而去。刘林立刻责备我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妈？她年纪大了，你让她写借条，这不是伤她自尊心吗？”“刘林，你告诉我，岳母要钱到底是做什么用？”刘林支支吾吾：“就是家里有些事情要用钱。”“什么事？为什么不能说清楚？”我接着问。“你别问了。”刘林突然提高音量：“总之，你要是不给钱，就是不把我妈当亲人。”当晚，我发现岳母在家族群里发了长篇大论，声泪俱下地控诉我不近人情、势利眼，说他养女儿一场，换来这么个白眼狼女婿。群里岳母那边的亲戚纷纷附和，指责我不懂感恩。看着手机上的信息，我心如止水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岳母一家不仅贪得无厌，还试图通过情感绑架让我不断妥协。第二天一早，刘林又开始劝我：“老周，我妈那边真的很急，要不你就借给她吧。”“不行，除非她说明用途并写借条。”我态度坚决。刘林一跺脚：“你太固执了，我妈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非要让她难堪吗？”看着刘林为岳母据理力争的样子，我忍不住问：“如果我父母要钱，你会这么热心吗？”刘林语塞，随后恼羞成怒：“那不一样。”“哪里不一样？因为一个是你妈，一个是我妈。”我生气地反问。争吵不欢而散，我独自开车出门散心，思绪万千。岳母频繁要钱，刘林遮遮掩掩，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决定是时候好好调查一下了。接下来的1周，刘林和岳母轮番上阵，不断地向我要钱。“老周，我妈那边情况真的很紧急，你就帮帮忙吧。”刘林一大早就开始软磨硬泡。我放下报纸：“到底是什么急事？为什么不能说清楚？”“就是家里有些事情需要用钱。”刘林支支吾吾：“刘林，我是你丈夫，连这种事都不能告诉我吗？”我强忍怒火。刘林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抬起头：“老周，算我求你了，这次帮帮忙，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。”我看着他恳求的眼神，心中却升起一丝警惕。“抱歉，不行。”中午，岳母打来电话，声音哽咽：“女婿啊，你就帮帮妈这一次吧，妈年纪大了，不想低头求人啊。”我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妈，你要钱到底是做什么用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：“就是有些老朋友借钱急用。”“那您为什么不告诉刘林实情？为什么他支支吾吾的？”我紧接着问。“哎呀，这不好说。”岳母的语气明显慌乱起来。我更加确信事情不简单。“妈，除非您说清楚用途，
否则这钱我不会借。岳母气急败坏：周正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人情世故？我把女儿嫁给你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决定采取行动。我联系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大学同学王明，请他帮忙查询一些信息。周正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王明犹豫地问。这涉及到隐私问题，明哥，我不会让你违法的，只是想了解一些公开信息，这对我很重要。3天后，王明约我见面，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这是我能查到的，你自己看吧。我打开信封，仔细阅读里面的材料，看完后，我如遭雷击，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掉落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王明点点头，确认过了，千真万确。我又联系了一位在房产中介工作的朋友李强，请他帮忙查询岳母名下的房产信息。李强的回复同样让我震惊：老周，你岳母名下的房子前年就已经抵押给了银行，贷款200万，而且最近半年他一直在四处借高利贷。拼凑着这些信息，一个可怕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我回到家，刘琳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见我回来，她勉强笑了笑：老周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去做饭。不用了，我冷冷地说。刘琳，我们谈谈。怎么了？她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和你妈到底瞒了我多少事？刘琳脸色突变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调查过了，你妈名下的房子早就抵押了，她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你知道这些吗？我平静地说。刘琳的眼神闪烁，我不知道，别装了。我提高了声音，你肯定知道，这就是你们一直向我要钱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刘琳的眼泪瞬间涌出。老周，你不明白，妈妈我还查到你婚后频繁向你妈转账，这些钱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我冷声问道。刘琳哭着说，妈她投资失败了，欠了很多钱。投资？什么投资需要借高利贷？我紧接着问。刘琳终于崩溃，老周，你查我查到这种地步，你还把我当老婆吗？你呢？你有把我当丈夫吗？结婚这么久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从来不告诉我，反而和你妈一起瞒着我，把我当提款机。我怒喊道。就在我们争吵不休时，门铃突然响了。刘琳脸色大变，糟了，是他们来了。谁？我警觉地问。刘琳欲言又止。我走过去打开门，门外站着3个陌生男子，面容凶狠。请问你们是？我皱眉问道。为首的男子冷笑一声，你就是刘琳的老公吧？你岳母欠我们的钱，该还了。3个陌生男子的出现让整个客厅的气氛瞬间凝固。刘琳站在我身后，脸色苍白，双手紧握成拳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冷静地问道，同时悄悄按下了手机录音键。为首的男子穿着黑色夹克，留着寸头，眼神冰冷。我们是龙腾投资的，你岳母李芳欠我们公司120万，今天是最后还款期限。我岳母欠你们钱关我什么事？我冷静地说。哼，别装算了。男子冷笑道。李芳说他女婿是大公司经理，很有钱，会替他还债。我们等了3个月了，今天必须见到钱。我转头看向刘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刘琳浑身发抖，眼泪不停地流。老周，对不起，妈他借高利贷投资，亏了，他们一直在催债，你早就知道。我失望地问。刘琳低下头，默认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向3名男子，请你们离开，这里是私人住宅，如果你们有合法债权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法律途径？寸头男冷笑，
你岳母签的借条上可是白纸黑字，今天不还钱，后果自负。你这是在威胁我。我拿出手机，我已经录音了。如果你们敢采取非法手段，我会立刻报警。三人相互对视，表情变得犹豫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。寸头男最终说道：3天后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我们去你公司讨债，看你还能不能在那里继续当经理。三人悻悻离去后，我关上门，转向刘琳。现在把一切都告诉我。刘琳崩溃地哭了起来。妈2年前被朋友拉进一个投资群，说是做 P2P 理财，保证年化收益30%。她把养老金和房子抵押贷款的钱都投了进去，后来发现被骗了，想要回本，又被拉进其他投资项目，一步步越陷越深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平静地问。去年年底，妈瞒不住了，向我坦白。刘琳抽泣着，她欠了将近300万，我一直在帮她还债，把我的工资都给她了，但是杯水车薪。我冷笑道：所以你们就打起了我的主意。老周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妈年纪大了，她受不了这种打击。刘琳哽咽着说。第2天，我约了大学同学王明吃饭，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你确定要查到底？王明神色凝重。家丑不可外扬啊，我必须搞清楚。我坚定地说。刘琳到底拿了多少钱给他妈？这关系到我们婚后财产的分割问题。听到分割2字，王明叹了口气。你打算离婚？我不确定，但至少要做好准备。回家路上，我接到父母的电话，我一直没把这些事告诉他们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但现在我需要他们的建议。爸妈，我有事要和你们商量。儿子，出什么事了？听出我语气不对，母亲立刻关切地问。我将岳母借高利贷和生日宴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父亲沉稳的声音传来：儿子，这事不简单，你要注意2点，一是保护自己的安全，2是保护婚后财产。你岳母一家有问题，你老婆很可能也参与其中，可能吗？我不敢相信，刘琳会骗我到这种地步。母亲叹息道：孩子，有句老话说，娘家人的债不是女婿该还的。你和刘琳结婚这些年，他对我们一直不冷不热，却对他娘家百依百顺。现在他妈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刘琳肯定站在他妈那边。挂断电话，我心情复杂地开车回家，推开门，发现刘琳正在翻找文件柜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冷冷地问。刘琳吓了一跳，没什么。我走近一看，她手里拿着我们的结婚证和房产证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疑惑地问。刘琳支支吾吾，我只是整理一下文件。我一把夺过证件，别骗我了，你是不是想拿去抵押贷款？刘琳的沉默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我怒不可遏。刘琳，你疯了吗？这是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。老周，我没有选择。刘琳泪流满面。那些人威胁要去妈妈家，她年纪大了，受不了这个。我冷笑道：那你有没有想过我？你背着我拿我的钱去还你妈的高利贷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刘琳崩溃大哭。我也不想啊，大妈她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看着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，心中只剩下失望和愤怒。这一刻，我决定彻底调查清楚刘琳是否也参与了岳母的骗局。第2天一早，我联系了一位资深律师朋友张律师，将情况详细告诉了他。周正，你做得对。张律师严肃地说，从法律角度看，岳母的债务与你无关，即使是刘琳，也不该承担法律责任，除非他是共同借款人。
我担心的是刘林动用了我们的共同财产。我说，这点你必须查清楚。张律师建议道，我会帮你向银行申请调取刘林的账户流水，同时你需要保全证据，防止财产被转移。1周后，张律师带着调查结果来见我，他递给我一份厚厚的文件，结果比你想象的还要糟。我翻开文件，心沉到了谷底。过去1年半，刘林不仅将他的工资大部分转给了岳母，还多次从我们的共同账户中提取大额现金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半年前，刘林居然偷偷将我们共同购买的一套小投资房抵押贷款了100万，全部转给了岳母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敢相信。抵押房产需要我的签字啊！张律师面色凝重，有人伪造了你的签名，我们需要报警处理。当晚，我回到家，决定与刘林摊牌。他正在厨房准备晚餐，看到我回来，勉强笑了笑。老周，你回来了，我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。我没有回应他的笑容，直接将调查报告放在餐桌上。刘林，解释一下这些。刘林看到文件，脸色瞬间煞白，他的手开始颤抖。老周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偷偷拿走我们的钱给你妈还债，还是解释你伪造我的签名抵押了我们的房子？我冷声问道。刘林泪如雨下。老周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选择。妈，她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没有选择。我冷笑，你可以坦白告诉我真相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，但你选择了欺骗我，把我当成提款机。刘林崩溃地跪在地上。老周，求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妈，她被人骗了，投资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高利贷的人天天上门催债，威胁要打断她的腿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麻木地问。我怕你不肯帮忙。刘林抽泣着，妈从小把我养大，我不能看着她被打，所以你宁愿骗我。我的声音充满痛苦。刘林，我们结婚5年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爱过我？刘林抬起泪眼。我爱你，老周，我真的爱你，但妈妈是我的亲人，我不能不管她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你的取款机？我不甘地问。就在我们僵持不下时，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，看到岳母站在门外，眼圈发红。女婿，我知道你都查清楚了。岳母的声音哽咽，都是我的错，不关刘林的事，他是被我逼的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岳母，您知道自己欠了多少钱吗？大概300多万。岳母低着头。为什么瞒着我？岳母叹了口气。我本想自己解决的，最初只是想翻本，没想到越陷越深。我不敢告诉你，怕你看不起我，甚至和刘林离婚。现在不是更糟吗？我反问。你们母女一起欺骗我，拿走我的钱，甚至伪造我的签名抵押房产。您觉得这样做对吗？岳母老泪纵横。女婿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原谅刘林吧，不要和他离婚。离婚？我苦笑。谁说我要离婚了？刘林和岳母同时愣住。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我刚刚从律师那里拿来的起诉书。岳母，我不会和刘林离婚，但我会起诉您。伪造签名抵押房产是犯罪行为，欺诈同样是。老周，刘林惊慌地喊道，你要起诉我吗？是的，我坚定地说，不只是他，还有那些放高利贷的人，以及帮助伪造签名的人。我已经报警了。岳母脸色惨白，瘫坐在沙发上。完了，我完了。就在此时，门铃再次响起，这次是警察。李芳女士，有人举报您涉嫌伪造签名和欺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看着岳母被警察带走，刘林崩溃的大哭。
老周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是我妈啊！我看着她，心中已无波澜。刘林，我给过你机会坦白，但你选择了继续欺骗我。岳母被带走调查后，我和刘林的关系跌入冰点。他搬去客房住，我们几乎不再交流。2周后，法院传来消息，岳母因涉嫌伪造签名、合同诈骗等罪名被正式逮捕。同时，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也因非法放贷、敲诈勒索等罪名被警方抓获。张律师告诉我，周正，法院已经受理了你的诉讼，同时冻结了你岳母的资产，包括他名下的房产。不过，他的债务实在太多，恐怕资产变现后也只能还一小部分。那我们的投资房呢？我问道。法院认定抵押合同无效，银行已经解除了抵押。张律师解释道。不过，你们夫妻共同账户中被刘林取走的钱，恐怕很难追回了。我苦笑，都给岳母还债了，他又没钱偿还，追回来的可能性不大。回到家，我发现刘林坐在客厅里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，他看上去憔悴不堪，眼睛红肿。老周，我们谈谈吧。他的声音沙哑。我坐到他对面，有什么好谈的？刘林深吸一口气。我妈他会坐牢吗？可能性很大。伪造签名、合同诈骗，这些都是刑事犯罪。刘林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帮他瞒着你。为什么？我直视他的眼睛。为什么不能坦白告诉我？我怕你会拒绝帮忙。刘林低着头。妈年纪大了，我不忍心看她被债主逼迫，所以你宁愿背叛我。刘林，我们是夫妻啊。刘林沉默了片刻，抬起头。老周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你父母遇到困难，我会怎么做？我父母从不会做这种事，更不会欺骗家人。我冷冷地说，即使他们真的需要帮助，我也会坦白告诉你，而不是背着你偷偷摸摸。刘林无言以对，只能低头抽泣。沉默许久，他终于开口：老周，你会离婚吗？我看着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不知道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第2天，我请了假，去医院看望父母。儿子，你瘦了。母亲心疼地说，这段时间一定很辛苦。我苦笑，比上班辛苦多了。父亲拍拍我的肩膀，决定好了吗？要不要离婚？我还在考虑。我叹息道，毕竟是5年的感情。母亲握住我的手，儿子，妈不干涉你的决定，但记住，无论你选择怎么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回家路上，我接到张律师的电话。周正，有个好消息，警方在调查中发现，你岳母参与的投资骗局背后是一个有组织的诈骗团伙，他们专门针对中老年人，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诈骗。现在主犯已经被抓获，有望追回部分资金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高兴地说。还有，考虑到你岳母是受害者，又有退赃情节，法院可能会对她从轻处理。不过，伪造签名的罪名是跑不掉的。律师接着说。挂断电话，我心情复杂地回到家，推开门，发现刘林正在收拾行李。你要去哪？我问。刘林抬起泪眼。我想，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。我打算搬去朋友家住几天。我点点头，没有阻拦。刘林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，突然转身。老周，我知道道歉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但我还是要说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的信任。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我突然开口。刘林，等等。他停下脚步，不敢回头。投资骗局的主犯被抓了，你妈可能会被从轻处罚。我说，另外，
我决定了。刘琳转过身，眼中带着希望和恐惧。决定什么？我不会离婚，我平静地说，但我需要时间重建信任。刘琳愣住了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你不离婚，5年的感情不应该因为一次错误就全盘否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但有条件：一，你必须彻底和我坦诚，不再有任何隐瞒；二，我们的财务分开管理，直到我重新信任你；三，你要承担起照顾我父母的责任，就像我对待你母亲那样。刘琳放下行李箱，跑过来紧紧抱住我。老周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改，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。刘琳，记住，婚姻的基础是信任和尊重，而不是欺骗和利用。3个月后，岳母因伪造签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。投资诈骗案的主犯被重判，部分赃款被追回，岳母也拿回了一小部分钱。我和刘琳开始了重建信任的漫长旅程。她主动承担起照顾我父母的责任，每周都会带着水果去看望他们。我们的财务各自管理，但刘琳会定期向我汇报她的收支情况。岳母生日事件过去1年后，我们又一次为她举办了生日宴。这次在家里，简单而温馨，只有最亲近的家人。当岳母站在蛋糕前许愿时，她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愧疚和感激。女婿，谢谢你给我和刘琳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笑着点点头。妈，家人之间互相理解和尊重才是最重要的。刘琳握住我的手，轻声说：老周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的家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已不再有怨恨。人生路上，谁没有犯错的时候？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一起面对，一起成长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真正的婚姻不是一帆风顺，而是在风雨中共同前行，在跌倒后互相扶持。我们的故事或许曾经曲折，但终将在理解和宽容中迎来更美好的明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